她是哈利波特之母，作家羅琳。她構建了一個充滿魔法、友情與成長的奇幻世界。她一手捧紅哈利波特演員三小只，不料曾經的親如母子卻反目成仇。羅琳到底是政治正確洪流中的一股清流，還是大開倒車的泥石流？下面就讓咱們借着英國最高法院的一項重要裁決到來之際，給大家清晰梳理 J.K. 羅琳大戰跨性別和與三小只的矛盾糾葛。2025年4月16日，英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歷史性的裁決，5名大法官以5-0的壓倒優勢定義女性應該以生理性別為準。這也讓到底什麼是女性的爭論在法律層面上畫上了句號。The unanimous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s that the terms woman and sex in the Equality Act 2010 refer to a biological woman and biological sex。在不少人眼中自古以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啊，什麼時候還需要法院過來裁決一下了？這裁決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嘛！脫褲子放屁。事實上這場官司打了整整7年，從蘇格蘭一路打到英格蘭，從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前後花了幾千萬英鎊，只為較個真兒，到底誰才算是真女人？那為啥英國人願意在這事兒上砸這麼多錢呢？因為分清楚男女實在是太關鍵了。這不僅關係到看病、上學、找工作這些人生必修課，還牽扯到福利、退休金等經濟利益。甚至連上哪間廁所、能不能进女更衣室這類日常小事也全靠這個定義啊。可是哪怕是法官已經下了定論，這事兒依然是爭議巨大。支持方認為，只有定義了什麼是女性，才能夠真正把保護女性的權益落在實處啊，不然那些為女性專設的空間、政策、配額，豈不就全成了空談嗎？反方卻不以為然，這都2025年了，我們還在靠出生時有沒有帶把來決定性別嗎？這不是什麼劃清界限，這是用石器時代的標準來處理21世紀的人權問題，是對跨性別群體赤裸裸的傷害，不是回歸常識，而是開歷史的倒車啊！更有激進的聲音直接把這項裁決和美國的反墮胎法案相提並論，認為這代表着同一種保守勢力的回歸，以秩序為名打壓邊緣人群的基本權利。那些高高在上的大法官們，總有一天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有意思的是這個裁決一公布，備受矚目的不是哪個律師、哪位政客，而是作家 J.K. 羅琳。他第一時間和蘇格蘭婦女聯盟的幾位領袖熱烈擁抱，還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曬出香檳，點上雪茄，背景裡還有一艘若隱若現的豪華遊艇，妥妥的老登顯擺3件套，就差把老娘贏了4個字刻腦門上了。於是就很多人批評他，說他口頭上是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但是行動上呢，卻還是複刻着男人的那套炫耀方式，明顯的表裡不一呀。可是羅琳自己卻毫不在意。在過去的5年中，網上批評谩罵他的人可以繞霍格沃茲3圈了。就連哈利波特的演員們，當年也因此分成了挺羅和反羅2大陣營。最令人唏噓的呢，是主角3小只哈利、羅恩和赫敏的扮演者陸續放話，三觀不合，往後和 J.K. 羅琳徹底不合作，只要他在的項目一個都不碰。而另一邊居然是電影裡的反派團結義出山了。伏地魔和馬爾福父子紛紛公開挺羅，不怕罵，不躲閃，強強聯手再戰3小只，仿佛哈利波特宇宙在現實中完成了一次角色立場的翻轉大挪移啊！這場正邪互換的戲碼也讓吃瓜群眾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說是羅琳造就了哈利波特，捧紅了3位小演員，他们現在翻臉簡直是忘恩負義啊！也有人說了，是哈利波特拯救了羅琳的人生啊，把他從單親媽媽變成了億萬富翁，誰也不欠誰。只不過到了這一步，再無魔法，只有立場。2004年，福布斯雜誌把39歲的 J.K. 羅琳稱作有史以來第一位靠寫作賺到10億身家的人。之後，無論是達芬奇密碼的作者丹布朗，還是冰與火之歌的喬治馬丁，都無法撼動這個記錄。羅琳呢，還在2010年榮登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女人榜首，甚至超過了英國女王啊。而如果把時間推回到1995年，她還只是一位逃離家暴的單親媽媽，是在咖啡店裡蹭暖氣寫作的窮困作家，連房租和奶粉都要靠政府救濟為生，
人生前後對比之反差如此強烈，堪比哈利波特人生际遇的翻版。羅琳呢，1965年7月31日出生于英格蘭的格罗斯特郡，父親是一個飛行器工程師，母親是一個科學技術員。父母是在一次搭火車的時候相識相愛，這讓羅琳對火車這個交通工具充滿着美好浪漫的遐想。後來在他筆下，不僅有很多讓主角們搭乘火車的情節，還在當年父母初次相遇的倫敦國王車站裡，創造了連通現實和魔法世界的9又3/4站台。羅琳在很小的時候就展現出了想象力和表達力的天賦。5、6歲的时候他得了麻疹而不得不在家隔離。這期間呢，就通過給妹妹講故事的方式，創作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童話。講的是一個得了麻疹的兔子如何通過一隻蜜蜂來傳話，和朋友們保持友情。上小學的時候，慧眼識珠的校長發現了他的才華，鼓勵他寫作。至於這個和藹可親、留着白鬍子的老校長，後來成為了他筆下的什麼角色？大家可以猜猜看。可惜幸福的童年時光籠罩着陰霾。羅琳的母親患上了一種怪病，先是平衡失調，時常跌倒，進而全身乏力，行動遲緩，最後甚至連說話和吃飯喝水都變得困難。久病床前無孝子，那對於夫妻而言也是如此。隨着母親的病情加重，無法工作，家裡的經濟壓力把父親壓得喘不過氣兒。他的脾氣日漸暴躁，對家人也開始變得不耐煩。這在女兒羅琳看來就是妥妥的嫌棄病妻的渣男行徑，父女二人也因此產生嫌隙，漸行漸遠。後來羅琳自己在訪談中說，由於青少年時期對父親的失望，讓他在作品中塑造出各種各樣的父親形象。無論是哈利的父親詹姆，還是小天狼星，或者是斯內普教授，亦或是後來成為了父親的哈利他自己，都是羅琳內心深處完美父親的投影。只不過多年後，他才真正意識到，當父親也好，做人也罷，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更無法苛責。於是父女二人也終於達成了和解。少女時代的羅琳不僅家中遭遇變故，學業上也並不順利。她的英文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別的科目卻拖了後腿，導致申請牛津被拒。這讓原本心高氣傲的她備受打擊，只得進入埃克塞特大學學習古典文學及法語，還曾經在法國巴黎當過1年的交換學生。那個時候的他留着一頭深色的長捲髮，相貌並不出眾，卻極其聰明。面對陌生人呢，有些害羞，一旦熟絡起來，就會變得健談，甚至有點倔。可以說不管是外形還是性格，他都是筆下魔法少女赫敏的翻版。不過在麻瓜的世界裡，他面臨的最大敵人不是伏地魔，而是投簡歷找工作。如同現在網上知名的教育博主張雪峰所說所有的文科專業都叫做服務業。大學畢業後，羅琳手裡握着2個文學學位，卻找不到一份真正稱心如意的工作。他做過翻譯，當過秘書，還去學校當英語課的代課老師。那這些工作對他來說都太枯燥、太瑣碎，還特別容易被炒魷魚。對於一個想象力豐富的文學女青年來說，現實的平庸和乏味反而會擦出靈感的火花。1990年，羅琳在一次搭火車回倫敦的路上，腦子裡就突然跳出一個念頭。如果這輛列車的盡頭是一所魔法學校，會怎樣呢？說來也巧那趟車整整晚點了4個小時。就當其他的乘客心急如焚、怨聲載道之時，羅琳的腦子裡卻如同一塊一塊搭積木般，構建出了一個魔法世界，以及一個普通男孩的巫師養成之路。下車後羅琳迫不及待地動筆開始寫這個故事，並以裡面的男主角的名字給書來命名。只是他自己都沒想到，這個從火車上開始的故事，居然一寫就是整整5年。同年年底，羅琳的母親因為多發性硬化症去世。多年後，羅琳回憶起母親，依然眼含熱淚，充滿了遺憾，說在母親過世前就開始寫《哈利波特》，但從來沒有告訴過她有這本書。如果母親能夠看到《哈利波特》的成功，一定會很欣慰。母親去世後羅琳孤身一人前往葡萄牙的波爾圖當英語教師。不久後，他邂逅了一個年輕英俊的葡萄牙記者，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很快便奉子成婚。只可惜，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1年零1個月。有關兩人的離婚原因，羅琳自己很少提及，直到2020年，他在和跨性別群體的交鋒中首度打破沉默。在一篇長文中，他公開寫道自己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緊接着，就有英國媒體找到了他的那位葡萄牙前夫。結果對方竟然毫不避諱地承認，在羅琳決定離開他的時候呢，他確實動手打過羅琳。不過打是打了，
沒有一直打，沒有持續打，所以啊，不算是家暴。而且他表示，並不為打羅琳这個事兒呢而感到抱歉。好在當時的羅琳啊，就看清了這個渣男的本質，深知家暴只有0次或是無數次。於是啊，在1993年12月，他帶着女兒逃離了葡萄牙，投奔蘇格蘭的妹妹一家。他的隨身小皮箱裡，除了一些自己和寶寶的換洗衣物，還有3張已經完成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手稿。由於妹妹家裡不方便讓他母女2人久住嘛，於是不久後啊，羅琳就帶着孩子搬到了一間廉價小公寓，空間狹小的連轉身都困難，連一張書桌都擺不下。此時的羅琳距離大學畢業已經7年，沒有工作，婚姻失敗，還帶着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嬰兒，銀行裡的存款少得可憐，催賬單卻能裝滿一整個抽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就是這世界上最失敗的人。命運把他踢翻在地的時候，還不忘踩上一腳。回到英國6個月後，他被診斷患有嚴重的抑鬱症。而這個時候呢，那個陰魂不散的前夫哥又追了過來，想要爭奪女兒的撫養權。儘管法庭最後還是把女兒判給了羅琳，但是這一番折騰啊，讓他的病情愈發加重，甚至有了要一了百了的念頭。抑鬱症帶來的巨大痛苦，以及處于人生低谷的挫敗，這段親身感受後來在他的筆下具象化，變成了那個專門吸收人類正面情緒甚至是靈魂的攝魂怪。幾乎所有的勵志故事都有這麼一個觸底再反彈的橋段，而羅琳的人生轉折啊，終於在1995年出現了。這一年呢，他結束了馬拉松式的離婚官司，重歸自由身。更重要的是，他終於寫完了5年前就開始動筆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有關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啊，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是羅琳在咖啡館裡一個字一個字的敲打出來。曾經有報道說，他是因為家裡沒有暖氣，害怕凍僵手指，所以才會抱着打字機去咖啡館裡寫作。不過啊，後來羅琳自己否認了這個說法，說當時他和女兒的生活的確是拮據，但是英國法律規定，所有租房必須提供基礎供暖，所以不存在什麼取暖全靠抖。他之所以要去咖啡館寫作呀，主要是因為当时的孩子太小了，哄睡十分困难，所以只能用小推車帶着在外面一圈一圈的溜達，直到把孩子給晃悠睡了，他才趕緊找個咖啡館坐下来，抓緊這1-2個小時的寶貴時間進行寫作。而他這段非常實誠的描述啊，也讓很多新手爸媽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咱們再說回這個《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啊，這部後來轟動了全球的作品，在完稿後啊，卻經歷了多家出版社的退稿，直到一家位於倫敦的小型出版社以1500英鎊的超低價買下了首發版權。原因僅僅是因為出版社內老總的8歲女兒在看了之後很喜歡，為了博小公主一笑，老板才勉強同意出版。羅琳回憶說啊，在簽約結束之後，出版社老板還語重心長地勸他呢，還是要找份正經的工作養家糊口，寫作這行啊不靠譜。於是啊，抱着做慈善的心態，這一版呢只印了1000冊，其中500本還直接捐給了學校和圖書館。可誰都沒想到的是，在20多年後的今天，這本充斥着各種印刷錯誤、設計和排版十分粗糙的出版《哈利波特》，竟成了拍賣行裡的香饽饽。根據保存完好的程度，每本的成交價在16000到25000英鎊之間，隨便一本就是當年稿酬的10倍多。不過啊，這個增值的幅度和速度，比起羅琳自己的身家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了。在第1卷發行僅僅5個月後，《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就獲得了雀巢公司冠名的兒童圖書大獎，隨後又斬獲了英國國家圖書獎的最佳兒童讀物獎。1年後，該書的美國版權以$105,000的價格成交。得知消息的羅琳欣喜若狂，因為有了這筆錢，他終於可以和女兒搬出那間廉價的小公寓了。之後的故事啊，是連爽文小說的主人公都不敢想象的一路開掛。從1997年第1本《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問世，到2007年寫完最後一本《死亡聖器》，短短10年間，7本書接連問世，銷量不斷刷新天花板，成為全球現象級的文化符號。小說改編的電影也是風靡全球，不僅捧紅了3位演員星人，也讓一眾英倫戲骨們在熒幕上刻畫出了令人難忘的經典角色。這套書啊，也徹底改變了一代孩子的成長軌跡。他們不再把聖誕禮物鎖定在玩具和遊戲機上，而是渴望收到一本厚厚的魔法世界讀物。這在過去啊，是老師家長們想都不敢想的奇蹟啊。
J.K. 羅琳用他的筆和信念點燃了千萬孩子的想象力，改變了無數人的人生軌跡。他的收入呢，自然也是水漲船高，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靠寫作收版稅就賺到10億身家的作家，徹底完成了從一個窮苦單親媽媽到富豪榜的逆襲人生。不過羅琳在一次採訪中說，他其實並沒在這個10億富豪俱樂部裡待太久，因為他一直都非常積極地給慈善機構捐款。其中呢，最主要的2個分別是專門針對硬化症治療的研究機構，以及幫助兒童及單親家庭的救助中心。前者是因為羅琳的母親患有這種疾病，而後者是因為當年他和女兒最困難的時候，是在一間婦女救助中心的幫助下，申請到了每周70英鎊的政府補助，才挺了過来。他對這2間機構動輒上千萬英鎊的捐贈，是一種我淋過雨，所以我希望為你撐把傘的大愛。也因為捐錢做慈善，這都是大手筆，所以呢，他一度從英國最富有的前12名，到了2012年就跌出了英國富豪榜。不過羅琳自己是一点都不後悔，在他看来，這些都是最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呀，自己的作品好比是会生金蛋的鵝，能源源不斷地給他帶來版稅收入，更何況自己還有整整一群這樣的鵝呀。在名利雙收的同時呢，羅琳還收穫了愛情。2001年，他和麻醉科醫生 Murray 結婚，婚後2人育有1子1女，加上之前他和前夫生的大女兒，一家5口生活在爱丁堡的一棟大宅裡，日子過得十分惬意。當然了，咱們把故事講到這兒啊，不出意外的，那肯定就是要出意外了。如果說生活的挫折就好比是砂紙，日積月累之下，大多數人身上的棱角都會被磨平，變得圓潤光滑，左右逢源。但是呢，也有極少數人會被打磨得更加的鋒芒毕露。羅琳很顯然就是後者。也許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經歷了太多，所以根本無所顧忌。作為很早就入主 Twitter 的老一輩網民，羅琳在網上的發言可謂是拒絕精神內耗，該出手時就出手，懟人絕不看臉色。大到全球變暖、英國公投、美國大選，小到超市該不該提供免費塑料袋，去海邊游泳該不該為了保護珊瑚而噴防曬，他從來都是直白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也經常在網上跟人針鋒相對。而且啊，作為一個作家，他的語言組織能力和詞彙量那都非常人所能比，往往幾句話就把人懟得啞口無言了，就像是往人家嗓子眼裡塞雞蛋，咽不下又吐不出，把人直接給噎住。有意思的是啊，在他笔下的霍格沃茲，校训其實是眠龍勿擾。什麼意思呢？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沒事招惹那些實力能碾壓自己的敵人或者是勢力。不過羅琳自己在網上懟天怼地，顯然是没把這個校訓放在心上。或者說，在他眼裡，那些跟他在網上吵架的不同意見人士，包括經常跟他隔空互怼的英國名嘴 Piers Morgan 在內，都不過是一些重置而已。結果沒想到，他就這麼真的喚醒了一頭眠龍。2020年6月6日，羅琳在 Twitter 上轉發了一篇新聞。這新聞呢，標題是在 COVID-19 疫情之後，未來月經的人們創造一個更平等的世界。這作者在文中就提出啊，在西方的抗疫一線，人們很少考慮到經期用品是否充足的問題，所以呼籲大家關注近18億女孩、婦女和非2元性別者等會來月經的人的經期健康和衛生用品需求。不得不說啊，這句話裡這個有月經的人，讓人看了多少有點不適。羅琳呢也是二話不說直接開懟。什麼叫做有月經的人？我肯定咱們原來有一個形容這些人的詞兒啊。來，誰能幫我？是 woman 呢 ，wimpon 呢，還是 woman 的？言下之意啊，你直接說女人 woman 這個詞兒不行嗎？隨着這些年宣揚性別多元化，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和女性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了。在一個專門進行性別分類的網站 Gender Wiki 上，一共列舉了72種不同的性別，每種都有不同的定義以及圖標，簡直堪比奧運會入場時的萬國旗。美國舊金山一個名叫 Guaranteed Income for Transgender People 的福利計劃中，最初的申請表居然列出了96種不同的性別。由於後來的爭議實在是太大，才進行了一定幅度的合併，但也做到了總有一種適合你。面對這樣琳琅滿目的性別分類， Man、Woman、Sir、Madam、男人、女人這樣的中性詞，仿佛都成為了一種冒犯，因為你不知道對面的人對自己的性別定義到底是男是女啊，是跨男還是跨女，中性還是順性，或者是表裡不一，甚至性別會隨着時間和心情進行變化，
為了不讓歧視跨性別的大棒揮舞到自己頭上，網絡上就發明了一系列的新詞兒，用來代替傳統意義上的男性或者女性的稱呼。那這個來月經的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作者滿滿的求生欲啊！但是呢，在羅琳看來，這簡直就是脫褲子放屁呀！什麼時候女人居然成為了一個網上難以啟齒的敏感詞兒了？老娘更年期绝经，那豈不是要被開除女籍？於是啊，他忍不住開噴，主要就是針對這種日趨極端的輿論環境，以及跨性別團體一碰就碎的玻璃心。而且啊，他和跨性別權利團體其實在好幾個月前就已經撕過一輪了。怎麼回事呢？2019年12月19日，羅琳發推支持了一個名叫瑪雅的女子。這個瑪雅呢，是全球發展中心的稅務顧問。因為在網上轉發了一些批評跨性別群體的圖文，以及不贊同心裡認為是啥性別就是啥性別的觀點，就被高層以不符合我們宣揚的價值觀為由拒絕續約，從而丟掉了工作。於是啊，瑪雅一怒之下就把這全球發展中心告上了法庭，給出的理由呢是性別啊是個生物學上的事嘛，我只是陳述了事實而已，憑什麼對我進行懲罰呢？結果呀，還是敗訴了。羅琳在自己的推特上就發文說，僅僅是因為陳述了一個性別的事實，居然就要強迫婦女失業，這實在是太荒謬了吧。結果這一表態直接讓羅琳被劃為了恐跨，被眾多捍衛跨性別的社群群起而攻之。羅琳呢也沒慣着他們，舌戰群儒，雙方懟的那叫一個不亦樂乎啊。之後隨着新冠疫情的爆發，這場罵戰的熱度很快隨之消散了，直到這個來月經的人再度讓雙方戰火重燃。一開始討論的重點呢，集中到了月經上。羅琳的推文下面充斥着不少跨性別男性也有月經，無性別人群也有月經的言論。醫療保健团体也留言說，月經是一種生物學功能，和性別無關。不知道的人啊，還以為是點進了一個什麼大型科普講座呢。眼看着這討論已經跑偏，於是啊，羅琳又進一步解釋自己並不討厭跨性別者，但你非要抹除性別這個概念，許多人就無法有意義地討論他們的生活了呀。說出真相並不代表着仇恨，我是個女人，我對跨性別者感同身受，有親切感，但僅僅因為我認為性別這個事真實存在，且本身就會帶來一系列的現實因果，就認為我們 hate 跨性別者，這不是扯犢子呢嗎？可是啊，這番發言卻並沒有平息風波，不少維權團體還是指責羅琳是針對跨性別這一弱勢群體進行霸凌。還有人發現啊，羅琳在幾年前曾經點讚過一條評論，跨性別女性其實就是穿裙子的男人，所以啊，她骨子裡就是歧視變性人嘛。可是羅琳自己卻堅決否認了這一點，她說她尊重所有人，無論是什麼性別。有意思的是啊，在支持羅琳的一方中呢，有一個群体颇為引人注目，那就是女同性戀團體。按理說同性戀和跨性別团体這都是 LGBTQ 啊，他們自己人跟自己人掐起來，那不是大水冲了龍王廟嗎？但是女同們則表示啊，我們反對的呀不是跨性別，而是那些披着跨性別外衣想要混入我們當中的男人啊，這又是咋回事呢？說到這兒啊，咱們就不得不提一下英國所實行的改变法定性別程序中的去医療化了。在2010年通過的英國平等法案中，允許跨性者通過性別承認證書來從法律上改变性別，不需要进行变性手術，只需要被確認患有性別焦慮這心理疾病，再以新的性別生活2年，就可以申請變性了。但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的跨性別人士依然認為這個流程太複雜了。首先啊，那個性別焦慮得有專業醫生出具報告，不是你說啥就是啥。而且呀，你要以新的性別認真生活2年以上，用新的名字、新的穿衣風格，工作場所裡啊也要以新身份出現。這些呢都得留下證據才行，比如工資單、水電賬單、護照、租房合同等等。這個程序太過漫長啊，影響了他們的私人生活，且有損尊嚴，所以很多人要求進一步簡化程序，取消掉生活時間的限制，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醫學證明。面对这個提議啊，英國政府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把2年時間就縮短到了6個月。可這在有些人看來還是太長，最好應該是每天一睜眼自由決定今天到底是男是女。於是啊，女同妹子們首先就坐不住了。
想象一下，頭一天才拒絕的猥瑣油膩男，第二天又一模一樣的出現在面前，再次表白說：“親愛的，你不是說你只喜歡女人嗎？我現在就是個女人，讓我們在一起吧。”這跟前腳說是素食者，後腳是异食癖，說自己只吃肉有什麼區別呢？不僅是女同团體炸了，很多專門為女性提供服務的救助站也表示，簡化程序、放開性別選擇會造成巨大的安全隱患。那些家暴妻子的丈夫，要是以跨性別女性的身份混入保護中心，對受害人不利怎麼辦呢？公共廁所和更衣室同樣的問題啊，你怎麼知道进來的這7尺大汉络腮胡大叔到底是一偷窥狂呢，還是心裡住了個小公舉的猛漢呢？同樣感覺到很頭疼的還有政府的福利機構，比如說英国有一個專門給喪偶婦女提供的福利，俗稱寡婦金，本來是為了那些丈夫去世時還沒有資格領取退休金的女子設置的，為的是讓孤兒寡母有個生活依靠。但這是不是意味着以後老頭也可以在老伴死了之後，摇身一變成為跨性別，開始領這個錢了呢？那豈不是人人皆可寡婦，就看誰先掛掉唄？英國這個老牌帝國的牆角再硬，也經不起你們這麼挖呀。而体育圈早就被衝擊得七零八落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跨性別游泳運動員 Lia Thomas。出生时為男性，20歲時依然代表賓夕法尼亞大學男子游泳隊參加比賽的他，在接受了激素替代療法2年後，保留全套男性器官的前提下，成功在法律上改變了性別，並開始進入女子游泳比賽。2022年 NCAA 女子游泳錦標賽中，莉亞在500碼自由泳項目中以4分33秒24的成績奪冠，成為首位贏得 NCAA 1級聯賽冠軍的公開跨性別運動員。這自然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因為對比一下莉亞和其他的選手，她不管是肌肉量還是體格上都差別巨大。一位游泳女運動員 Erica Brown 直言不諱地對記者說，2年的激素阻斷根本不能改變她之前20年身為男性時所累積下來的體魄。她帶着這樣的身體和優勢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根本就是男人鬥女人，妥妥的降維打擊。於是不少女選手不僅拒絕跟她一起領獎，還拒絕跟她使用同一間更衣室。值得一提的是卡戴珊家的赘婿老公，前奧運會冠軍，後來男變女成為他家第2個媽的 Caitlyn Jenner 都看不下去了，指責莉亞根本就不該是冠軍，她的參賽本身就讓比賽缺乏了公平公正。For women competitors in sport, for example, you've competed as a man hugely successfully, and now you've transitioned to be a woman.What is your view about this? That I don't want biological boys to compet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sports. It's just not fair. 他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寫道，這不是跨性別平等問題，而是一個基本的常識問題。當然了，就像是黑人可以用 N 字打頭的詞兒自我開涮一樣，同樣是跨性別的卡戴珊二媽自然可以想噴就噴。可是這事兒落到羅琳頭上，麻煩可就大了。美國著名的少數群體維權組織人權戰線率先在 Twitter 上對羅琳開炮，發文稱跨性別男性就是男性，跨性別女性也是女性，非二元性別者也需要得到尊重。羅琳的發言傲慢且充滿了歧視，他應該做出道歉。而羅琳則表示，道歉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因為他強調和捍衛的是 sex 而不是 gender。前者說的是生理性別，由染色體決定，而後者是社會性別，包含了性取向和生活方式。跨性別者跨的只是 gender 而不是 sex， 因為 sex 本身無法改变，而法律上應該用 sex 來進行定義男或者是女。可是很多人依然对他的解釋不買賬，而這些爭議呢，很快就蔓延到了演藝圈。首先發難的居然是哈利波特的扮演者 Daniel Radcliffe 以及出演赫敏的 Emma Watson， 他們分別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指責羅琳的觀念太保守，缺乏對性少數群體，尤其是跨性別者的理解和尊重。羅恩的演員儘管沒有公開站出來反對羅琳，但是也轉發了支持跨性別者的推文，站隊在哪一邊也算是一目了然。在他們的帶領下，娛樂圈很快就掀起了一股抵制羅琳的風潮。很多明星在輿論的裹挾下呢，也被迫站隊，似乎只有和他劃清界限，才能表明自己是開明的、包容的，不歧視少數群體的。有意思的是，伏地魔的扮演者 Ralph Fiennes 和馬爾福的老爹 Jason Isaacs 則頂住了壓力，表示每個人都應該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不能以這個為理由來成為網暴的合理化。
而小馬爾福自己雖然沒說什麼，但是卻在每個支持羅琳的留言下面點了讚。在那些個激進的網友眼裡啊，對於跨性別的支持不絕對，那就是絕對不支持。於是他們也被劃到了羅琳一派中，進行口誅筆伐，作品被抵制。昔日電影圈的同事好友紛紛割席，當年電影裡的反派，在現實裡頭卻又站在了政治正確的對立面。處於風口浪尖的羅琳依然絲毫不懼，繼續在網上跟人唇槍舌劍之餘，還不忘支持了一把陷入了家暴醜聞的德普船長。這段往事啊，我們在德普和前妻官司大戰的視頻裡面提到過，在這兒就不多赘述了。後來呢，德普打贏了官司，洗清了家暴嫌疑，獲得了全網同情。但是當年和他一起被罵得狗血淋頭的羅琳，卻連一句道歉都沒有得到。其實啊，事情發酵到這時候，都還只是停留在輿論層面。哪怕是被千夫所指的羅琳，只要打開出版商寄給他的支票，看見上面的數字，就會覺得網上那些啊都是浮雲。這期間啊，他還用筆名 Robert Galbraith 寫了一系列的偵探小說，其中2022年出版的 The Ink Black Heart 講的就是一個漫畫家因為在作品中冒犯了某些群體，結果被極端分子殺害的故事。書裡面的主角被網暴，私人信息被開盒，被威脅的橋段，簡直就是羅琳自己親身經歷的翻版。直到2023年的一起刑事案件，讓那些本來吃瓜看熱鬧的網友們也坐不住了。這事件的主角呢，是一個名叫 Adam Bryson 的蘇格蘭男子。90後的他可謂是前科累累，盜竊、販賣違禁品、搶劫以及對妻子進行家暴。最令人發指的是，他在2016年和2019年通過交友網站騙取了2名女子的信任，並且暴力侵犯了她們。在被害人的指證下 ，Adam 很快被捕。可是啊，就在等待開庭期間，他居然摇身一變，成了一個名叫 Isla 的跨性別女子。根據媒體報道啊，就在2020年初，也就是犯下連環性侵案6個月後，Adam 就穿上了女裝，戴上了金色假髮，以一個女性的形象出庭。由於完全沒有此類情況的判罚先例，法官只能推遲了對他的審判。這麼一拖，就拖了3年。在這期間啊 ，Adam 盡管沒有進行任何相關的變性手術，也沒有進行荷爾蒙干預，但是依然成功的將出生證上的性別從男改成了女，並且還在一個跨性別群體的幫助下，免費進入了一間女子學院，學習了3個月的美容美髮課程。在這期間啊，他和學校的其他女生一起共用更衣室和洗手間，而且由于变性这是屬於隱私保密，所以那些女同學們直到案件開庭之前才知道他居然是一個連環性侵犯。2023年1月，蘇格蘭格拉斯哥最高法院終於開庭審理此案。在法庭上，被告律師指出，被告呢在4歲的時候就出現了這個性別認知障礙，覺得自己應該是個女孩。之後的20多年裡呢，他一直被類似的心理問題所困擾，所以才會有之後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在內心深處是在測試自己到底是男是女。這個說法很快就被 Adam 的親媽出庭打臉。他作證說，兒子從小到大都沒有變性傾向，甚至表現得有點超雄。所謂變性，完全就是他為了找借口給自己的罪行開脫。當媽的這一番大義滅親讓 Adam 被判入獄8年。不過根據法律規定，他只需服刑3年就可以申請假釋，相比於類似案件的平均刑期11年半，算得上是輕判了。可是這個事兒的幺蛾子還沒完呢。因為 Adam 的律師提出，由於他已經變性成為女性，所以他應該被送往女子監獄去服刑。這個要求女子監獄裡的犯人和管理人員一起都炸了。這可是一個連環性侵犯呀！而且這人他作案工具還齊全，女犯跟這樣的人同吃同住在一起，這不是羊入虎口了，而是給老虎送了一群羊啊！但是 Adam 的律師卻據理力爭，他都已經變性成女人了，你不把女人送到女性監獄，你還能送到男監不成嗎？他還給出了數據，說僅在蘇格蘭地區一共就有19個跨性別的犯人在服刑呢，其中有12個都是在服刑期間完成了性別轉換，然後給送到對應的監獄進行關押的。換句話來就是說，別人都行，那為什麼他不行？這可不就是妥妥的歧視嗎？可是反方的觀點卻覺得，那些個跨性別的犯人，人家都是偷盜、詐騙、金融犯罪，你犯的是什麼事兒啊？你是會對別人的人身造成安全威脅的，這能一樣嗎？這一場司法辯論整整進行了8個月，
最後法官裁定將他送入男性监獄進行服刑，並且規定這類性犯罪的罪犯不能和女性囚犯關押在一起。1個月後，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法院也出台規定，依然擁有男性器官的跨性別罪犯不能进入女子監獄服刑。這個判決再次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跨性別維權團體紛紛指責這種做法是在侵犯人權，跨性別女性就應該和普通女性擁有同樣的權利，哪怕是坐牢。爭論來爭論去，最後歸咎到那個根源性的問題，到底該如何定義女性呢？一個名為蘇格蘭女性聯盟的女權團體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訴，要求法庭將生理性別作為性別認證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如果跨性別者的女性也能算作女性的話，會損害真正女性的權益。那這項訴訟一經提出，馬上就得到了羅琳的大力支持。她不僅多次為蘇格蘭女性公開站台，還捐出上千萬英鎊來打這場官司。在如此豪橫的超能力加持下，這官司一路打到了英國最高法院，也就有了咱們視頻開頭的那一幕。官司打贏之後羅琳第一時間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帖，這場法律戰爭能走到最高法院並贏得勝利，是因為3名堅毅的蘇格蘭女性以及她們背後的力量。這一勝利是對全英國女孩和女性權益的保障，而這個背後的力量當然也包括她自己。英國最高法院的副院長 Patrick Hodge 勳爵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表示，變性人群體依然會受到法律的全面保護，保障他們免受直接或間接的歧視和騷擾。Th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scrimination by association. Those statutory protections are available to transgender people, whether or not they possess a 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 在法律上用生理性別來明確女性的定義，只是為了避免在公共政策、教育制度、職場性別比例以及體育競賽等諸多問題上產生歧義。不過即使判決下達，有關此事的討論依然是餘波未平。不少人認為，單純的用染色體來定義男和女，這樣的一刀切未免太過簡單粗暴，應該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確實冰冷的法律條款一旦落到具體的人頭上，給人的感覺馬上就不一樣了。比如說我們都熟悉的金星老師，他在入境英國的時候會被當作男性還是女性對待呢？您怎麼看？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討論。感謝收看《M2檔案》，咱們下期再見。